大家好，又是我北北。今天我要来分享香兰蛋挞的食谱。看完这集影片，你就能轻轻松松做出好吃的香兰蛋挞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每逢星期一、星期四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一开始我们先要来取这个斑斓汁，我们拿大概3片到4片左右的斑斓叶，洗干净剪碎，倒入搅拌机里，然后加入大概150克的清水，我们把这个斑斓叶打成汁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把斑斓汁过滤出来，我们只要用到100克的斑斓汁而已。这个是我要用来烤蛋挞的模具，我们在里面涂上一层薄薄的牛油，记得底部还有四周围都要涂上牛油哦，这样可以让蛋挞烤出来比较容易脱模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蛋挞皮所需要的材料，有盐的牛油100克，低筋面粉200克，糖粉45克，蛋液23克。一开始我们把糖粉还有牛油混合在一起，我们把它们搅拌均匀。我们要把这个糖粉搅拌至完全融化。现在这个牛油已经是完全解冻的状态，大家记得，如果牛油从冰箱拿出来硬邦邦的话，你们要让它在室温底下自然的解冻，不可以拿去加热哦。糖粉搅融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蛋液倒进去，然后我们继续的搅拌。我们要把蛋液、糖粉还有牛油搅拌均匀。现在我们把低筋面粉分2次倒进这个牛油里，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。我们一边加入就一边搅拌，我们不需要很用力的去搓揉这个面团，我们只需要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如果太用力的去搓揉，这个面团会起筋，等下蛋挞皮做出来就会很硬，不好吃。我们也可以用手去搓揉，只要轻轻的把它们混合均匀，搓揉均匀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把面团盖好，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蛋挞内馅所需要的材料，糖粉43克，蛋液110克，斑斓汁100克，鲜奶70克。我们把糖粉还有斑斓汁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搅拌均匀。我们要把这个糖粉搅拌至完全融化。现在我们可以把鲜奶倒进去，然后搅拌均匀。再把蛋液倒进去，继续的搅拌均匀。我们拿一个筛子，把这个蛋液过滤至少3次。我们要把那些浓浓的蛋清过滤掉，让这个蛋液顺滑。
喏，就是这些浓浓的蛋清，我们要把它过滤掉。我们要把蛋液过滤到滑滑顺顺。半小时过去了，我们现在把这个面团拿出来，我们称一下它的重量，然后把它分成8份，每一份大概45克左右。现在我们拿一粒面团，把它搓圆，然后放进已涂上牛油的模具里。我们把这个面团压出一个碗的形状。因为我今天用的模具是这个尺寸，所以我可以做到8粒的蛋挞。如果你们的模具会比较小一点，可能你们可以做多一点，做多几粒蛋挞。还有记得这个面团不要捏得太薄哦，太薄的话，等下蛋挞烘出来，这个饼皮很容易碎掉，很难拿出来的。现在我们把这个蛋液搅拌一下，然后把它倒入量杯里。倒入量杯也只是要让我们比较容易把这个蛋液倒入蛋挞皮里。我们把这个蛋液倒满整个蛋挞，或者你们要倒到9分满也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，要倒到多满都可以。我们把蛋挞放入已预热的烤箱里，我们把它放去最底下那一层，用175度上下火烤30分钟。当我们的蛋挞烤到第25分钟时，我们把它拿出来，把它换去中间那一层，然后把火转去上火，继续的烤完剩下的5分钟。当蛋挞烤好后，我们不要马上把它拿出来哦，我们让它在烤箱里焖5分钟。5分钟过去了，现在可以把蛋挞拿出来喽。哇，好漂亮哦，它的颜色粉粉的绿色，然后很香很香。我们让蛋挞稍微冷却一下下，没有那么软了，我们才可以脱模哦。吃蛋挞前，先来个温馨提示吧。我们在搓揉面团时，别太用力的去搓揉，不然面团会起筋，等下烤好的塔皮就会硬硬的。你们可以用自己喜欢的蛋挞模具，可是蛋挞的大小可能会影响烘烤的时间哦，所以时间方面你们要自己拿捏。由于每个人烤箱的大小和温度都不一样，所以烘烤的时间也会有所不同。下课，吃香兰蛋挞喽！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——香兰蛋挞。香兰蛋挞是一款融合东南亚风味与经典甜点的诱人小点心。在传统蛋挞的基础上，加入香气独特的香兰元素，带来清新又层次丰富的口感。外层酥脆的塔皮，轻轻一咬便碎；内馅则是丝滑柔嫩的蛋奶馅，混合着淡淡的香兰清香与自然的绿色色泽，让人一口就爱上。制作香兰蛋挞时，通常会将香兰汁加入蛋奶液中，再搭配牛奶提升风味，使整体口感更加浓郁却不腻口。经过烘烤后，表面微微上色，香气四溢，是下午茶或甜点时光的绝佳选择。
今天的香兰蛋挞非常的成功，外皮松松脆脆，带着浓浓的牛油香气，内馅呢滑滑嫩嫩，带着微微的香兰香气，还有蛋香味。甜度对我来说刚刚好，不会太甜，配上一杯自己喜爱的咖啡，就是完美的早餐或者下午茶。我之前也有做过原味的蛋挞哦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去看看这个视频。今天的香兰蛋挞成功，大家对我们今天的分享满意吗？满意的话，请帮忙点一个赞，还有多多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出去哦。如果看了我们的视频又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请帮忙订阅一下哦。分享食谱与美食，轻松在家做料理，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做出美味料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们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